好，今日的开场诗一开始就告诉各位，这一集到底重点在哪里？一镜东来照镜州，亲情借运尽成仇。他邦举国争民意，北岛隔洋送假仇。钞票难买真情意，战身偏作吊人钩。朝廷方见滩头石，谁把棋盘当棋手？应该这样讲。这一集的内容，我真的觉得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要这样做？怎么搞成这种样子？我真心不理解。但是因为他实在闹太夸张，所以我们只好拿来特别做一集，跟各位聊一聊。我一样还是觉得今天是很轻松的。没有什么核融合量子物理，但是到底人类为什么会做这么无知跟愚蠢的决定，我也不能理解。来，各位事务所的同学晚安，我是朱学恒。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他们以为在喂养青鸟，但是得罪了支持度高达60%的重要盟方，虽然人家可能不跟你合作的总统，南韩选举假新闻的灾难现场到底怎么样啦？我们准备开始了，各位同学，先从一个画面开始讲起。这个画面是我们来认真而且努力的了解现在南韩的现况，现在南韩的总统到底是什么样子？到底是什么情况？来让大家理解一下好吗？来，我们闭上眼睛，想象2个房间。第一个房间呢，在首尔，里面坐着一个男人，他叫李在明，南韩总统。在这个房间里面呢，墙上是一整排发光的萤幕，跑着 GPU 收集来的数据 ，AI 模型的训练进度。股市指数一路往上冲，他刚刚跟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握完手，桌上摊着一份728兆韩元的预算案，他管这个叫做开启 AI 时代的第一份国家预算。这个房间里面的人在处理未来100年，他的眼光很远。第二个房间在台湾，灯是暗的，只有手机荧幕的光，桌上散着一张一张的截图，墙上用红线钉着一张图，投票率130%啊！华为伺服器被把票给害掉了。中国朝鲜族大规模投票，房间里面的人在很认真的用中文跟韩文把这些东西一条一条转发出去。这个房间里的人大部分在台湾，在处理一场根本不存在的阴谋。在听直播的各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这2个房间里的人，哪一个觉得自己赢了？答案会让你很不舒服第2个房间那个在台湾的那一群人觉得自己赢了非常开心，揭穿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觉得自己在防卫民主，南韩要变天了。他们一边转发嗨正好打击这个亲中卖台，干台湾干他屁事他妈是大韩民国的总统，好不好？一边转发一边等着看李在明垮台。爱吃肉桂卷说：“初大，昨天在路斗看到你的账号是你的吗？还是我的？我刚才上传了一个什么呢？
一个不知道什么的影片，可能还在审核中嘛。哦，台湾大法官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对，是我啦，但是我没有很认真努力的经营，因为现在没有人力。好，但没关系啊，将来有一天会认真的。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讲的，就是这两个房间之间的距离啊。这两个距离啊，不是挺中反中的距离，是你们到底在想什么？你们到底在干嘛？你为什么会以为自己妈获得了全宇宙的支持呢？这是在干嘛？我真心不懂。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件事情啊，就像我背后的动画一样，重点不是挺中反中，是你有没有看懂竞争对手在干嘛，跟连对手在干嘛都没看懂之间的距离呀。重点不是李在明亲不亲中，是他很受支持，而且他政策很有前瞻性。结果，青鸟跟发疯一样去打他。我这样讲，这一集不好做啦，因为我根本上不能理解这一场争端从何而来。你到底为什么要去得罪李在明，跟李在明超过60%以上的民意？但是今天的内容跟立场无关，跟智商有关。真心搞不清楚到底在干嘛。我们先把台湾这个房间里面，我们这样讲，我们先把大韩民国总统在规划的未来，在看的方向跟你分享，然后再跟你分享台湾的这些密室里面的搞不清楚状况的人，为什么他们传的全都是假讯息？不是因为他们对李在明不利，而是南韩本地的所有媒体都帮你查证过，他妈就假的，你还在那边传。但我们实际上看一下，我们冷静一下，我们看看李在明到底做了什么，他受不受到支持？故事的起点啊，是2026年6月3号，十几天以前，南韩有一场地方选举。地方选举比较像台湾的2026的那个地方大选，要选地方的县市首长。来，我们先帮青鸟们搞清楚，你他妈到底在干嘛？我们先做这一群青鸟都没有做的事情，读书，读书，搞清楚李在明到底是谁。因为你要嘲笑一个人完蛋了，你他妈至少要知道他是谁吧，至少要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吧。你不能对着一个刚打完3场胜仗的将军说：“哎，你输定了，因为我们青鸟觉得你输定了，你完蛋了，真可恶。”那不叫批判，那叫搞笑。我们来看看数字，李在明上任满1年，支持度大概就在60%上下。你知道60%是什么概念吗？这是南韩总统在任期这个阶段历史上数1数2高的数字。南韩总统出了名难做啊，只要一下台，不是被关就是被逼自杀，这是拎着脑袋在做的工作啊。所以60%上下哦，你各位，如果你家的总统比60%要高的话，可以讨论。自从大韩民国民主化以来，一半的总统不是被弹劾，就是被关，要不然2个都来一遍。能在上任1年，就是6月满1年了嘛，还守住60%，在南韩政治里面是非常硬的成绩。再看经济，李在明竞选的时候喊了一个口号，叫 KOSPI 5000。KOSPI 是南韩的股市大盘指数，他上任的时候，这个指数大概在2770点，1年之内靠着半导体复苏跟 AI 热潮，这个指数翻了快3倍。2026年5月26日第一次冲破8000点，创历史新高。各位，他喊5000点，结果做到8000点。台湾这边有政治人物喊的目标能做到1半，我都帮他放鞭炮了。
所以啊，你觉得他做的不好吗？他做的很好啊。然后是外交，我们持平而论，李在明的外交，以南韩进步派出身的总统做的不差，而且甚至可以说很好。因为南韩进步派出身的总统，传统上有2个特征。第一个，对中国比较友善，跟日本关系比较紧张。因为日本以前在殖民韩国的时候，做了各种各样的鸡巴事情，他妈妈恨死这些人了。但是李在明做了什么？李在明一边稳住跟中国的关系，没有低声下气；另外一方面，他跟日本的那位右翼首相高市早苗关系也不差，他们的同盟关系很紧密。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个南韩进步派的总统跟一个日本右翼首相携手结盟，为什么？因为他们俩都看懂一件事情啊，面对越来越强硬的中国跟越来越靠不住的美国，这2个人必须要合作嘛。这不是意识形态，这是纯粹的战略计算。李在明是会算的，他是会算的。所以你看，我们用中立的数据来分析李在明做的好不好，其实做得很不错了，支持度60%，股市翻了3倍，跟日本结盟，这就是青鸟要嘲笑的亲中坐票即将垮台的对象咯。我不是要你喜欢李在明，他亲不亲中，回不回避台海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有机会再说，但今天不讲那么多复杂的事情，不然每一集一直扯，每一集都做2小时，累死我了。但是各位，青鸟连这个人现在站在什么位置都搞不清楚，就隔海喊说李在明要完蛋了，就好像你看到法拉利在你前面，你骑着脚踏车大喊你快要被我追上啦。问题不在法拉利，问题是你搞不清楚状况。真相总是伤人，第一个伤人的真相是你嘲笑的那个人过得比你想象中好的太多太多了，而你搞不清楚状况。看到没有？李在明上任1年，支持度罕见的达到60%，Kospi 就是不是韩国的股市指数翻3倍啊。然后他的 AI 预算是728兆韩元，你说他有没有远见？那台湾花很多的钱是在买武器预算上面，干我就不说了，妈这个搞不清楚状况，来，所以这件事情很妙。好，那我们这样讲，李在明站得很稳了，我要让你看清楚，李在明现在呢，他正在压多大的赌注，把韩国赌在进步的那一边。因为你要理解这场荒谬剧蠢在哪里，你要先知道对手玩的是多大的局。李在明把一个东西定义成国家级的生存战略，这个东西叫 AI， 我100%可以理解，我100%可以理解。2025年11月4号，他到国会发表了预算演说，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各位一定要听清楚。他说，2026年的这份总预算是南韩开启 AI 时代的第一份国家预算。他还说什么？他说啊 ，AI 转型是攸关国家存亡不可避免的事情。各位，攸关国家存亡这个6个字，从一个国家元首嘴里讲出来是很重的。这不是我们来推动一下数位转型这种官腔，而是不做就会死，不做就会死。那李在明压了多少钱？我跟你3个数字，你记住就好。第一个数字叫728兆韩元，这是2026年南韩的国家总预算。他亲口讲，这是开启 AI 时代的第一份预算。第二个数字 ，AI 投资的专项的投资预算。从2025年的3.3兆韩元，1年之内翻到2026年的9.9兆韩元，翻3倍。
各位，你有看过哪一个国家的某一个项目预算一年翻3倍吗？台湾有吗？台湾也许有啦。我们买飞弹、买武器、买那个不会交剑的武器，我们可能有翻3倍，但是先别管。他的 AI 预算翻3倍，这代表这个国家是玩真的，而且上任1年内，官民合力弄到了26万颗最先进的 GPU， 辉达的、NVIDIA 的晶片26万颗哦，台湾有没有这么多颗？第3个数字，人家在竞选的时候喊什么？他竞选的时候喊5年要砸100兆韩元，把南韩推进全球 AI 前3强，连外资都在跟着压住。光是 Amazon 的 AWS 就宣布他们到2031年要在南韩投资超过50亿美金。各位啊，各位，这就是等价交换的第一个版本嘛。李在明很清楚，南韩在老化，劳动力在萎缩，它的生育率也是世界倒数前几名。南韩银行自己估算，到2050年，它 GDP 会掉1成6。所以李在明在赌，李在明在赌什么？李在明在赌 AI 的生产力提升，可以把这个下滑下来，从掉1成6救到只掉5到6%，这是一场豪赌，但这是一场看懂了未来的豪赌，不是赢就是死，但你至少下了重注，你至少是下了重注。好了，那既然下了重注，我们就要看他做的好不好嘛。那有些人听到这里一定会讲：“哎呀，这个说好听话谁不会呀？喊口号谁不会呀？砸钱谁不会呀？我们赖校长也是很会的啊。”南韩这个会不会也是吹牛？这好问题。我们不会预设西方专家讲的就对，也不预设南韩官方讲的就对，所以我们去分析，特别从南韩用抓了韩文的资料来做分析。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要看原文资料啊！靠北妈，你每天都看那个 Threads 上面一堆智障青鸟翻的东西，妈，你到时候就变智障，你的脑袋就变缩的跟鸟一样小。来，南韩政府不只发新闻稿，南韩政府设了一个总统直属的国家 AI 战略委员会，李在明自己当主席，他把前 LG 哦，不是大金 LG 啊 ，AI 研究院的院长挖去当科学技术资讯通讯部长，他启动了一个国家 AI 基础模型计划，目标是用纯南韩自己的技术做出一个有全球竞争力的大语言模型。讲白一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要靠南韩自己，不靠美国，也不靠中国的 AI 大脑，建立一个数位主权，建立一个韩文主导的大语言模型。对，这个 Winston Ruby 说的没错，而且南韩有一个优势，他们 HBM 就是高速宽频记忆体，它本身是最大的供应商啊，所以人家在抢 GPU 的时候，他可以拿 HBM 跟人家换高速宽频记忆体。那所以他跟台湾比起来，台湾就算台积电做他妈死去活来，那个 GPU 不是我们的，但是南韩 HBM 只要做出来高速宽频的记忆体，那是他们的啊，他们可以拿这个来换东西呀。台湾换什么？台湾是客户下定，你要交件啊。所以各位，你仔细想一想就知道，南韩在想的是我要不要有自己的 AI 主权。
是我怎么样在美中之间保留一块自己的筹码，这是一个国家在替自己未来30年布局的思考方式啊。同一段时间，台湾这群青鸟在想什么？在想南韩的华为伺服器是不是被害了？做票，一边在想主权，一边在想一个2年前就被判死刑的谣言。来，请各位思考一下。一边是一个国家元首，把728兆预算，把国家未来100年压进 AI 时代，跟日本结盟，手上还握着核潜舰的筹码，基本上美方已经同意他做核潜舰了。另外一边，一群青鸟台湾人，把同样的时间精力拿去用韩文转发，投票率竟然有130%，华为机器做票。这种已经被法院早就判死刑，然后创造谣言人都被起诉了，台湾这边还在沾沾自喜呀！这他妈到底是有什么病？这就是这个恐怖的赌注，是一边在赌国运，一边在赌千里之外一个国家的阴谋论，只因为他可以打击中国，只因为他可以说李在明亲中卖台。各位，这个 AI 的数字表，你等一下就会发现，它其实就是一张标价牌啊！它标的是台湾这一场阿萨布鲁狂欢的愚蠢到底值多少钱？我真心不能理解。好，我来念一个斗内好了。今天的目标很简单，他妈我最近每天早上出门，不管是做运动或是去搬货，我每天都搞到中暑。看我觉得我再中暑下去，我可能直接要送医院了。所以我今天的目标呢是，只要达成赞助目标，我们就会做。今年是 El Niño 超级圣婴年呐。所以夏天一定热到快要死掉，还没有7月啊。不管你在香港、在新加坡、在中国大陆、在台湾，我们先跟你聊一聊，到底会多热？你要做好什么准备？甚至会不会影响犯罪率？好，来，坏掉的龙龙酒说，请支持用1氧化二氢清洗的蔬果，单人阿拉巴老猪兵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为老猪祝福打气，谢谢。哎，我们在法国巴黎的网友说，每天看我在卖芒果，他好想吃。我说对不起，很抱歉，这个芒果运不出去的，因为它本身太娇贵，很困难。那请各位要订芒果，赶快下订啊！大概到7月15可能就没有了。我们那边的销售额，我看起来好像都已经到了连纸箱都要跟人家调的地步了。所以，请各位赶快，我们置顶的那个连结就有屏东狮子乡芒果，1箱6公斤，一家人大概可以吃1个星期。如果你要这个想要吃比较久一点也没关系，1周订1箱，1箱最便宜的才700多块，很赚的。来，EZTW，谢谢你的抖内。子祥说，应该是中国如果犯台，李在明回，除非外星人入侵才会考虑这事，让青鸟结下梁子。但他讲的也没错啊，就是中国犯台，为什么南韩要回答？干他屁事 ！Black Draco 说，青鸟错的不是我们，是整个世界。不要试图用什么证据打我们的脸，我们压根没有那个玩意儿，没脑啊。Mr. 刘建一说，有一说是青鸟师兄小八嘎的金元网络反串攻击李在明被查出 ID， 真丢脸。他们不在乎的，你跟他们讲丢脸没有用。所以我们置顶的那个产品，各位有烤玉米，有这个芒果，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进口水果，最近可以去买哦。圆圆说他有斗内绿界，好，我看一下 El Niño 影响最大不是今年，但你今年也很恐怖了，请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状况，好不好？这个我觉得，而且我坦白讲，我真心不明白为什么我今天要做这一集，因为根本没有必要啊！你没事干，你台湾自己网军都可以用得很开心了，你没事跑去打南韩，你到底在干嘛 ？Seriously？你是在做什么样诡异的幻想？我不清楚哎。
而且还认认真真的拿这个东西来讨论，来跟大家讲说，你看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到底在干什么？到底在干什么？来，圆圆说，抖一个猪大说每天热到快中暑的目标数，好，没问题，我觉得今天应该可以达成啊。这个因为实在太热了，我跟你讲，我们要小心要怎么活下去。好，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到台湾青鸟的脑中啦，有很大的空间呐，各位可以尽量玩。你大喊青鸟是不是没大脑？还会有回音，没大脑，脑。对，就今年忽然间开始。好，我们先讲南韩这边关于这一系列的谣言呢，早就查完了，早就分析调查完了，但偏偏南韩还是有一堆傻不拉几的人在弄，那也没关系啊。对，我一不小心按太多次。好，甚至有人被起诉了，好不好？青鸟真是火力过剩，然后跑去打南韩，到底干嘛？我真想不通。进去他脑里面是一个很空的地方哦。来，花花鱼，谢谢你的红牌。来，第一条，我们就看后面的东西。这些青鸟最近很爱传的谣言。第一条，哇靠！监视器拍到封印的票箱被撕开胶带，把假选票放进去。哎，麦克，你不要洗版呐！我跟你讲，你真这么厌恶人本基金会哦？$200，我帮你专门做一集来骂人本教育基金会。没有，你这边洗版洗1年都没有用，好不好？麻烦学一下啊。所以来说这个封印的票箱竟然被放假选票，听起来很恐怖，对不对？问题是这是2年前的假新闻。2024年啊，南韩国会选举之后，有个极右派的直播主放出一段监视器画面，说首尔恩平区的票箱被动手脚，结果呢，后来被查出来了。那个画面呢，是本末倒置，是当时选委会人员，也谢谢鸭子又抖了一个那个红牌。好想听骂人本基金会，你是抖内啊，我们接受题目定制嘛，但是洗版是没有用的，我不会因为你洗版就跑去骂人本基金会，干，我有我自己的题目列表啊。来，为什么？因为那一段画面是刚开始的时候啊，选务人员在接受邮局送来的非投票所选区的选票信封，这是通信投票，是完全正常合法的作业程序。而且为了公正，当时现场有监管的，就是那个叫监票人员，一个是进步派共同民主党推荐的，一个是保守派国民力量推荐的，两边人都在哦。那个直播主明知道是正常程序，还散播谣言，最后被依公职选举法跟刑法告发送办。好了，谢谢猫猫的抖内，猫猫比赞。来，这已经被打叉了，妈，当事人还被送办。好，第二条，华为的伺服器呀、开票的电子计票伺服器上面有中国华为的伺服器，是害进去操纵计票啊，太可怕啦！这条也查清楚了。2025年4月，首尔九老区厅长补选开票的时候，保守派推荐的3个参选，应该说选举监票员，在现场举发说：“哈，有问题，有问题，出现了华为的讯号，有中国势力害入。”结果查出来是什么？是现场有个监票员呢，自己用华为手机开了行动网络热点，说大家可以来连我的网络，因为网络不太稳。所以计票站的 WiFi 列表上面短暂 flash 出现了一个华为的热点名称，就这样，
跟选委会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作票一点关系都没有。3个现场举发的委员同样被依公职选举法跟刑法告发送办，妙了吧？又告发送办了。哎，好，第三条，李在明是中国借选作弊当选的，当选的很多人是中国朝鲜族。哦，我跟你讲，这个我亲眼看到，翠上面有青鸟，一直传了好几次啊！我今天就要把这个东西直接讲出来。这条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南韩的法律规定，外国籍的人士，包含了中国籍哦，或是包含台湾籍，就算拿了3年以上的永久居留权，也只能投地方选举，不能投总统跟国会选举，不能哦。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中国籍影响李在明当选这回事，投不了啊，因为他们连总统票都投不了啊。所以这一次地方选举当选的朝鲜族只有京畿道议会1个议员。他就一个，你把它扩充成全国作票，有没有搞错？好，谢谢叮叮叮的甜甜圈。来，第4条，哦，这个最荒谬了。现场有人举牌说，美国 FBI 指出有 AWAP 选举舞弊。这个源头我也帮各位去查了，你看我多无聊。大概也还好啦，本台的观众素质比较高啦，所以大概只有在本台讲这么细的外国新闻会有人听。来，这个东西的源头是有一个美国的自媒体账号，你也不知道他阿萨布鲁哪里来的，不管，他叫 The SCIF， 他伪装成智库。2026年初发了一份报告，宣称 FBI 拥有压倒性证据，证明有一个全球性的选举舞弊集团，连2020年川普连任失败都是被这个集团搞的啦。后来南韩大法院、宪法法院都判定相关说法为假。南韩选委会还发声明，要求网络平台删文。在听直播的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奇妙的事情？这4条没有一条是不能复查的，没有一条是网络上查到说哦，对，有选举舞弊，你上网一搜都找到选委会的声明，找到媒体报道，找得到那些人被送办的消息。而且现在 AI 这么发达，你叫 AI 翻给你中文，不难的，不难的。但是明明就有。这些根本不是现在在争论的东西，这些都是已经结案的事情，还在讲，干是要有多蠢？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就讲逻辑好了，我先不要讲证据，我们就讲逻辑。最关键的是我背后这一张图，如果李在明真的有本事作弊，投票出包最严重的首尔市长怎么会保守派吴世勋当选呢？也就是你如果指控国民党作弊，在台北市最后是沈伯洋当选，干这个逻辑是妈狗教你的，是不是？这逻辑是谁他妈教的？不对吧？哦，但是沈伯洋当选这个景象太美了，我一时间不敢想象，但没关系。执政党作弊会做到让在野党赢下首都吗？而且当时的选委会主委是前总统尹锡悦任命的人嘞，他这一次已经因为选举出包致歉请辞下台，所以这跟李在明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又不像台湾的总统还能够干涉选委会。南韩的总统，大韩民国的总统是不行的啦。我跟你讲，各位记得按赞哦。马厩说，请各位先按赞再入播，对，先按赞，赶快按赞。我现在今天的听众都快破1000了，
还蛮受欢迎。我跟你讲，今天的字幕我也会翻成韩文，说明也会翻成韩文，封面也有韩文版，就让韩国的网友看一看，台湾人也会自己检讨，好不好？来，所以我知道你在这里会冒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这些谣言，台湾这群人都不思考，一看就信？啊，我告诉你，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因为这些谣言是客制化的，这些谣言是把人家的说法里面提炼出台湾青鸟吃的饲料，直接喂给青鸟吃。来，你看这4条谣言有什么共通点？华为啦，中国朝鲜族啦，中共介选的 FBI， 每一条都精准的戳中了台湾某一些人最敏感的神经，而这个敏感神经是什么？反中。他不用证据，他只要出现中国反中，哇，这些人大脑就自动关机的开始开 party 呀、剩下的查证、逻辑、比例原则全部都丢掉。你只要你反中，妈，你讲什么东西外星人入侵，他也信。各位，这就是认知作战最聪明的地方，他不会给你一个你讨厌的东西，他会给你一个你想相信的东西。你本来就想相信中国到处搞鬼，哎呀，中国太可怕了啦，连台湾有一个青鸟撞死了女警察也是中国介入啊，看狗才信。这个认知作战哦，就是给你一个你想相信的东西。你本来就想相信中国是万恶的恶魔，那我就问你一个中国在南韩搞鬼的故事啊，你查都不查，你就会转发了。我们今天讲一句重话 ，Cecilia， 谢谢你的珍珠奶茶。我讲一句重话，你被中国的认知作战片跟被反中这个情绪片基本上根本一样，你都放弃了自己查证的能力，把你的大脑交给情绪。如果你有大脑的话，一个被情绪绑架的反中者跟一个被情绪绑架的亲中者，在不查证这件事情上面，根本双胞胎，好不好？科学终将胜利啊！这些谣言不会因为你用韩文喊很大声就变成真的了。法院判了，人被起诉了，事情清楚了。可是台湾这边的青鸟不管，不听，小狗念经呐、啊！哎呦呦！好，谢谢 TikTok 这边的走走跟苏生态，还有七喜加雪碧。七喜加雪碧喝起来不还是白汽水吗？谢谢谢明峰的斗内出口物5757说，大家赶快按赞分享出去，哇，再继续送会员了哦，我们快破1000了，这个有网友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现在多少人按赞？来，我们要进入下一个 chapter， 这个 chapter 呢更妙啦，我们今天要讲的都是事实。事实，我要给你看的不是评论，是现场人赃俱获。这个出口物，谢谢你斗内的10个会员。哎，今天大家在哦，谢明峰438哦，好，再多按一点吧，不到一半呐、啊。好了，今天各种各样的非洲人也都收到喽，还没有收到会员的有啊，那个延端会到现在既不是会员也没抽到。还有，我跟你讲，对岸不是对岸，南韩也有很多假信息，但是他的主流媒体不会跟着起舞啊，他不会跟着起舞啦。来，南韩、大韩民国自己有做事实查证，谁跟你这些智障青鸟一样啊？南韩那些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喊的口号是什么？韩文呢，分别是重新选举、
还有追求公平。他们要求的核心是我的参政权被侵害了，选务出包了，你要查清楚，要改革选委会，这是一个关于程序正义的诉求。但是 Kakao Story 有点像台湾的 PTT 啊，他说台湾人硬把他们要求的重新选举的诉求翻译成歼灭中共，很多韩国人去纠正说你翻错了，我们讲的是重新选举，你把它翻成歼灭中共。他说台湾人怎么回？他说翻错了没关系，发音很像，意思一样啦。我把这一段贴到留言区哦，就这两个读音根本他妈不一样，根本差很多，好不好？你听听看，这什么鬼逻辑？发音很像，意思一样。重新选举跟歼灭中共发音哪里像了？根本不像，好不好？根本不像啊！那到底是在干嘛嘞？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别问我，怎么会这样呢？不是，这就是赤裸裸的把别人的诉求改写成你想要的样子啊！到底在干嘛？我不知道啊。来，而且我们有查到更直接的证据，台湾有个账号发了南韩示威现场的影片，底下留言串里面有人用韩文喊我们要夺回主权，然后有个账号直接用韩文回这个韩国的自由等于台湾的自由，打碎那些红色家伙。诶，看到没有？南韩人在现场喊的是夺回参政权，台湾账号在底下把它翻译成打碎红色家伙，这就是那个 Kakao Story 网友抱怨的事情嘛，活生生在你眼前发生。这个翻译到底偏离事实多远？我给你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学术级的。南韩的周刊金香做了报道，做了调查。干，我真的觉得很鸟。丁丁丁说，几个月前想去请假厦门走走，我主管要我小心身体器官不要被摘了，我毫无言。现在是民国几年还在相信？你可以去剪头发跟指甲，这样也是器官被摘啊。好，来，这个就是周刊金香说，这一次的选举出包之后呢，全大韩民国的大学有贴了391件大字报，里面呢主张选举舞弊的有几件？不好意思，391:1呀，只有1件，连最该热血、最激进的大学生群体，391张大字报里面只有1讲舞弊。只有1章在讲舞弊，是咧冲啥？是咧冲啥？391:1哦，各位，台湾有没有媒体报道？其实没有啊，但是我真的觉得很荒谬啊。台湾这一群青鸟的转发里面，南韩变成什么？全民都在喊作弊，中国介入即将变天的国家啊！看有没有搞错？有没有就是搞错？妈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搞的，为什么会变这样？贾斯汀邦送了一个贴图，这是什么？足球雷米金杯是吧？哇！在听直播的各位啊，这就是认知战最恐怖的地方。它不是无中生有，它是移花接木。它哪一个真实的事件选务出包？有出包哦，我没有说不出包哦。但是你不能说出包就是做票，套上虚假的框架说中国介选，然后把一个少数人声音放大成全部，于是全大韩民国人都站在台湾人这一边呐、
在那个讨论区啊，大韩民国的讨论区，韩国网友还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狠。台湾人散播谣言的这群人，他们叫它做蓝色的鸟。各位，韩国人不知道青鸟在台湾是什么意思啊？他们纯粹是看到这群人行为，看到他们自己给自己一个名字叫蓝鸟，结果这名字刚好就戳中了蓝鸡啊。好，就不要讲啦。那结果这个名字呢，变成最荒谬的地方，一群反共反到要替南韩极右派打圣战的人，被南韩人用蓝鸟回敬了。这个巧合比任何讽刺都要精准。你这些蓝鸟到底在干什么？哎，我真心不懂哈，这个哎，我跟你讲，每日经济它还针对 Threads 上面，因为青鸟都在 Threads 上面乱嘛，南韩人在 Threads 上面也很有，他针对 Threads 上面所有相关的主题分析，他 Threads 上面针对阐释民主化运动主题2533则的贴文，全数分析，最高传播是按赞2万以上的第一人称喜文，最常用的关键字是大韩民国、自由、民主主义、参政权、爱国，最常用的动词是守护。所以这一次的选务疏失被包装为民主化运动的叙事路径，没有反中没有反中干嘛有没有搞错？你各位可不可以做点功课啦？恨。懒好，没关系，我们是乖宝宝，我们不要随便乱念。雷卡不雷 can PA3 说非常喜欢你最近的节目，明显是用心做的，意思是不用心做也很明显吗？没有，但是我其实想要让大家可以深入浅出的了解一些事情，因为本台现在也没有多少人看啊。坦白讲，如果我每天都有10几万人看，我可能还不敢做这种题目，一下就掉一半。但我现在反正就这么上千人看，我都觉得多了。我看现在有1100人看，那请各位按个赞吧，不然1100人看，然后按赞数嘛就不到600，也是很丢人嘛。那谢谢 Lay Can PN3， 以后多来看就好了。我每天都会尽量这么认真的做。我跟你讲，我还是要讲。昨天的那个李登辉那个分析呢，流量没有最好，但是我恳请各位，如果你今天觉得今天的内容不错的话，李登辉也就是昨天那一集的直播，我们是用同样的 quality 跟同样的品质在做的，而且我也很确信我们提出来的分析切入点是其他人没有讲过的。我强烈建议你看你不要因为你不喜欢李登辉，你就想说干这人就卖国贼，这个人就汉奸。但你他妈要了解汉奸，你才能够消灭汉奸啊！你如果觉得他是民主先生的话，你说不用看了，不对，你要了解民主先生安排了多少计谋。唯一出错就是他没有预料到是赖清德在蔡英文之后当选，那这就再说吧。何小 BB 说，青鸟打韩国选举这一题是因为在野党要推不在籍投票。这种动到绿营票仓的法案怎么可以过呢？当然是要拼命抹红喽。然后这个蔡兆和，谢谢你的抖内。然后贾斯汀邦说：“朱大各位同学晚上安安抖一点凉水钱。”来，接下来要进到了，我个人觉得杨前豪是一个资深的这个驻韩记者。我跟你讲，独立记者我一向很佩服，因为独立记者没有，他就是要靠实力决战，他不能一说我是CNN 记者，我是彭博社记者，我是什么什么什么记者，他就要说我跟台湾的媒体有合作，但我是独立的，没有人养我的记者的时候，人家尊敬你或是给你面子是因为你厉害。你要先明白独立记者的概念，就是他们就是孤身一匹狼，
一个能够不靠自己媒体招牌而站到一个高度的记者，我觉得都很厉害啊。所以杨前豪这一次呢很有趣，但是我们这一段讲的不是杨前豪，我们这一段要讲的是镜新闻，我们要讲的是镜新闻。来，对啊，你看那个 Baby 问说，你等会那一集很赞，阿辉伯爱读书，这个吴敦义评价严理正男，这很有说服力，靠腰妈，这个梗多少人不知道？Just 的说，本来以为一切从李登辉下台就结束了，现在一看，远远没有结束，接下来24年都在他掌控之中，唯一的脱轨就是赖清德当选。那但是啊，算了，这个再讲扯太远。我也不需要跟进为敌啊，我他妈就讲现在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嘛。那怎么样？开心就好了，好不好？来，今天要讲的是镜新闻，先讲背景啊。镜新闻申请开台的时候，号称要做民间版的公视，中立客观，记住这句话。民间版的公视，等下我们回来会跟大家聊一聊。但台湾的公视也不是一个很值得效法的对象啦，所以你也不能说啊，那个镜新闻一开始碰风，台湾公视就那个烂样子啊。你也不要说我不尊敬公视，不好意思哦，有立场的媒体，你又不敢讲自己有立场，跟我讲有媒体第四权，我是不相信，我是不相信的。来，6月8号呢，镜新闻派了团队到蚕市奥林匹克公园现场，连韩国的主流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情。文化日报的标题是什么？贴着中国 X 打叉，大字采访蚕市示威的台湾媒体，因为他们的记者呢举的说，我们不是中国电视台，我们是台湾电视台的纸板摄影记者衣服上你贴着台湾采访，非中国。为什么？因为大韩民国或者说南韩这极右派也他妈分不出来你到底哪一国人啊？台湾采访非中国，因为一到现场就被当成中国人包围了。问题不在这，问题不在这，问题在于他们那一天播出的7次连线，8支 SOT 访到的几乎全部都是主张选举舞弊、中国介选、李在明亲中作票的极右派，没有查证，没有平衡，没有澄清。记者还在现场沉浸式的连线，哎，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不知道谁讲，网友讲的吧？他说享受民众谢谢台湾的欢呼，把自己变成新闻的主角啊！这时候有一个人开炮了，驻韩最资深的台湾记者杨前豪。杨前豪，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个人身份啊，免得你不知道他是谁。我以前韩国的消息都看他的消息，在那个联合报转角国际，因为转角国际本身跟联合报的偏蓝立场基本上完全违背，很好笑。我不知道小王子本身是不是没有在看转角国际，反正不管，我们这扯远了，不是业界人，大概不懂这有什么好笑的。那我以前都看他的那个韩国的分析跟报道，因为他就准嘛，而且你在那边待久了，就比较懂嘛。来，杨前豪的身份呢，他刚好站出来破解了，哎，你就是舔共，你就是亲李在明的攻击。他是2023年拿过 SOPA 亚洲卓越新闻奖的驻韩独立记者，他骂过共同民主党，骂过进步派，而且他是第一个当面问李在明，如果台湾被中国入侵，韩国的立场为何的人。为了这个，他还被贴上亲中标签呢。那问题就不是啊，他就要逼李在明表态嘛，所以他根本就不是替李在明说话的人，他是替新闻查证说话的人。
结果杨钱豪被镜新闻打到，因为杨钱豪就说：“你这个东西有问题嘛，你要纠正啊！我也跟你记者，你后来来电请教，我也跟你沟通了啊。沟通之后，镜新闻大开杀戒呀！刚刚网友讲的，难道你要与镜为敌吗？就他们的总经理呀、他们总经理真的出来狂呛他好了不起啊！好，那什么嘞？所以杨钱豪被呛到翻脸了，基本上他是，我跟你讲，我等一下再跟你讲为什么杨钱豪这么气，因为这些人不过就派一堆特派买了机票飞到韩国去爽一爽，爽完回家，搞不好还带了很多欧米亚给。但杨钱豪是他妈一直要留在那边的人呢，你把水搞浑了，把池子弄臭了，最后是他倒霉啊！好，所以杨钱豪怒了。杨钱豪怒了，他找了10个南韩记者，他直接叫这10个南韩记者说：“来，我帮你们翻译，我让你们看看这个东西，你们觉得算不算新闻？”他找来10个南韩记者，跨越保守派跟进步派，因为他本身没有很明确立场，所以他就从公广跟民营都有，把镜新闻的8支影带整理好，请他们鉴定。好了，我后面的动画把那个状况整理出来。好，怎么样呢？我挑几个念给各位听。干，这很狠嘛！这些人，南韩的记者，韩民国记者，果然不愧是做了一大堆好看的韩剧的这个文化背景。来，结果一面倒，真尴尬，竟然被骂到这么一面倒。KBS 前新闻主管，做新闻30年的 G 记者，因为里面有部分的记者是匿名，但是他的背景是真的。他第一句话就说：“我看那支影片啊，觉得这根本不能称作新闻。”他说记者本人那段长篇评论与其说是新闻报道，不如说更像直播主的政治表态。他跟部分极右派直播主的操作方式没有太大区别，高丽大学的李正浩，不是那个李正浩但他名字读起来一样，他是政治的政，昊天罔极，一个日一个天，李正浩教授。他是前彭博社的记者，也是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他看完影带第一句话说：“这完全疯了吧！”然后马上说：“我不匿名了，他妈我实名受访。”他说：“这个太夸张，这不是立场问题，我要实名受访。”还有一个人的话一定要跟各位分享。金武轩，前半岛电视台首尔制作人 Al Jazeera 在首尔的制作人，当过首尔外国记者俱乐部的会长，去过台湾很多次。他呢不是只看杨钱豪整理的精华带，他把镜新闻完整的连线报道全部都看了一轮。他说，报道主要围绕南韩部分极右派阵营多年来持续提出的指控，反复出现假选票，票箱遭到操控，中国介入。然而，这些指控呢，皆未被法院认定为事实。报道中几乎看不到任何查证过程。各位，这句话最关键是什么？未被法院认定为事实。这不是杨钱豪一个人的意见，这是一个跑遍国际的资深制作人把完整报道看完之后的结论。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南韩自己的版本南韩最权威的调查媒体，不好意思，这个韩文我不会念，我下次应该要叫他给我
那个罗马拼音，他派了专盯极右派的 PD producer director， 在示威现场连续6天吃住都在那边采访。他们本来想说会不会，哎呦，这个既然我媒体都查证出来了，我贴到讨论区。他现场连续6天6夜睡在那边，住在那边，然后跟他们一起混。他们本来想说，我做调查媒体，我要看看主流媒体有没有漏看的什么，会不会在现场有新的事件发生。结果他们得到结论，他说这个现场跟过去任何一场极右派的集会没有不同，连南韩自己的调查记者蹲点蹲6天，都得到这个结论。那镜新闻蹲了几天，就得出90%是理性有秩序的年轻人。你他妈以为太阳花是不是？还是你以为台湾每次都报道青鸟好棒棒好年轻，就现场实际上一堆大叔，随便。最狠的是这个，是那10个记者里面最保守派、最挺尹锡悦、反共色彩最浓的 K 记者。这个是立场上极度同情极右派的人。他怎么说？他看那个影片之后，他怎么说？他说：“从我们的角度看，这是在扭曲整个世界的本质，已经无关保守或进步了。”他还用一个韩文成语叫做“真小放大”，把针一样小的事情放大到跟棒子一样大的事情。在听直播的各位啊，你想想看，这画面有多讽刺！一个台湾媒体跑到南韩，做出了一个连南韩最右的保守派记者都摇头说这扭曲事实、无关蓝绿、无关保守进步的报道。镜新闻认错了吗？干，镜新闻超屌的。没有，镜新闻6月17号发了声明反击呀，说杨前考取样偏差，只取的连线片段，没看完整报道，还反过来说你杨前考太可恶，阻挡台媒采访，把韩国新闻当禁卵，然后宣布近期我们要召开新闻自律委员会讨论。哦，好哦，各位注意这个招数啊！召开委员会讨论，这个以前我们看过多少次了？当局的话术反向解读公式，只要有一个机构说我们将召开委员会演绎，通常就代表我们没打算改，把球踢给一个还没开的会，事情就拖过去啦。事发到现在1个多礼拜，都快2个礼拜了，假新闻或者被南韩当地记者评论扭曲的报道一支都没下架。所以咯，当初不是说要做民间版的公视吗？号称要做公视的媒体做出一个被10个南韩记者不分进步保守一致认定为散播假新闻帮凶的报道，他不下架，召开一个委员会把事情拖掉。各位，这面镜子照出来的已经不是南韩了，已经不是大韩民国了，这面镜子照出来的是台湾自己呀。想不通，真想不通。Chelsea 说：“我喜欢这阵子各种题目广度、深度兼具。” Cecilia 说：“朱大蓝鸟跟青鸟翻成韩文要翻译正确，不然蓝鸟虽然讨厌，那也是背黑锅。”好了，尽量啊。但你以为我懂韩文吗？我当然不是，我都靠 AI 呀、啊，我才没有像他们一样那么厉害呢。没有，好不好？哦，但是我们一路看到今天吧，我没有看到镜新闻有更进一步的处理，好不好？所以算了，随便。我又没有跟他们有什么仇，我只是告诉你这个状况。来，今天直播说比较轻松嘛，因为今天没有很长篇大论。来，我们要算总账了。
这一场狂欢呢，办 party 很开心，对不对？台湾有没有亏？我带你回到 Kakao Story， 南韩的一个社群平台，上面有一连串南韩网友的对话，我念给各位听，你感受一下那个温度，你感受一下这个温度。第一个网友说：“台湾人是不是疯了？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硬把我们示威的主题跟对象扭曲成中国政府。”他问：“台湾这种说不通的假新闻怎么那么好卖？是不是脑袋里装的是鸟脑？”靠腰嘞！来，第二个网友账号是19480815，这是大韩民国的建国日，一个韩国爱国者。他说那些台湾人替我们主张韩国国会被中共掌控，但我们从头到尾在抗议共同民主党。为什么台湾人一来就变成反共？我讨厌中国，但是跟这件事情两回事嘛。各位注意这句话，连抗议的韩国人自己都说，这跟反不反中是两回事，是台湾人硬把它变成反中的，不是我们啊！我们就抗议我们国内的选举，跟反不反中有什么关系？第三个网友账号叫李顺成，就是韩国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战神。他说这句话，很多台派大会很生气。他说越来越觉得台湾人就是中国人，某些方面比中国人更极端。我没看过中国人这样公然造假新闻，而且还利用我们背书去散播他们的谣言。然后最后一刀来了，一个昵称叫做 Alpha Man 的网友说，以前由韩国人主张，为了民主，韩国应该帮台湾对抗中国。他现在怎么讲？他说现在我觉得不值得嘞，台湾人应该要打自己的仗，没理由把韩国人拖进去帮他们打呀。妙了，对不对？唉，在听直播的各位，你听懂了这一段内容？台湾呢，是不是应该要跟所有的邻居保持好关系嘛？是盟友啊！你一边说你被中国武力威胁，你应该要希望日韩在出事的时候愿意站在你这边嘛？南韩还是东北亚一个关键的邻居啊。结果什么？这一群人为了要为自家青鸟同温层，说南韩要变天的饲料，让他们爽一下，他做什么？他们让一个南韩网友公开写下台湾人比中国人更讨厌，让另外一个南韩网友写下没有理由帮台湾打仗，这就是账单呐、这就是账单呐、你用同温层一时爽，然后全家火葬场，换来一个潜在盟友的国民把你定在你比中国更讨厌，真可恶！妈有病是不是？谢谢打工人送了花束，干嘛呢？我跟你讲，这一集我一直在做，一直看资料，我想说，何苦来哉啊？你没事干，轻描打国内人，你骂柯文哲也就算，你骂罗志强也就算，你骂蒋万安也就算，你谈叫沈伯洋都算了，你他妈跑去打李在明干嘛？觉得自己船坚炮利是不是？觉得自己世界无敌，觉得自己无敌铁金刚哦。而且我跟你讲，你还害到别人，你还害到别人，什么呢？我们刚刚讲，杨乾豪自己说了，他跟另外一个驻韩记者最担心的是，因为台湾其实只有2个长期驻韩的记者，他说这群人呢，很快就回台北了，但是我们这2个人呢，还要在大韩民国继续采访，以后他们只要去访问非极右派的人，甚至访问执政的民主党，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台媒就是来诱导支持极右派的。换句话说，这一群人爽完，拍拍屁股走了，留下来扛责任是那些认真常驻的台湾记者啊。我再给你看一个更冷酷的数字，
我都不知道到底怎么搞的。哎，给你看一下，你看我还有做韩文的封面哦，你看是不是我全方位全语言？我到时候说明栏跟字幕我都会做韩文，开不开心？好，这个南韩最大的入口网站 Nate， 这我没听过，我只听过 Naver， 但没关系。它的新闻点阅排行那几天哦，南韩人点阅最高的新闻里面有一条标题就是"我不是中国人"，贴着中国 X 的采访禅寺集会的台湾记者。各位，各位，你体验一下这个画面，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台湾记者去南韩采访，结果他自己变成南韩人围观、点阅、议论的新闻事件，搞不好还觉得很开心，我他妈出名了。本来应该是去采访别人的人，最后变成了被采访、被当笑话看的对象。这就是杨千豪讲的，明明你采访他人，最后却积极的让自己成为被采访的事件主角。南韩人在那些新闻底下留什么言？他们在讨论，他们的疑惑跟我们一样。他说：“台湾媒体到底在干嘛？台湾的反中情绪怎么这么夸张？”也就是镜新闻这趟去，他进行一个超级厉害的新闻外交啊！不但没有让南韩人理解台湾，反而让南韩人对台湾媒体，甚至对台湾这个地方的一种这群人是不是有问题的印象。而这个印象呢？而这个印象是全体台湾人一起负担的。之前，哎，我这样讲，你以为什么台韩友好？友好个屁呀！我们一直在挖大韩民国的啦啦队，那么一堆韩国网友在干我们，好不好？哎，但顺带一提，我昨天知道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原来李多惠在台湾开车是开阿法，就是那一台保姆车，哎，他是自己开，后面载经纪人跟助理，这很妙。好了。但是等等，这就是等价交换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是你不能你吃午餐让其他人倒霉嘛。同温层要自爽，你不要牵累别人呐、啊。你在这边爽一口，别人要在别的地方付账、我真的觉得庸人自扰真是妈搞不清楚状况，到底在干嘛？Alvin OK 说，我上上周刚好是第 N 次在釜山旅行。其实南韩没啥反中，中国人多的是在韩国生活读书。我不知道，我还没去过韩国干，因为找不到理由。改天去韩国采访当地网友。刘建议说，老朱该自己开车了。哎，我跟你讲，今天有一个人搬了一个理由说服我不要自己开车，我宁愿骑 U-Bike。为什么？因为他有车啊。他说他带了那个小米手环，他发现他开车的时候很紧张，那个皮质醇大量分泌，让他的心情变得很紧张。我跟你讲，我只要坐在方向盘背后，我就一肚子火。显然，我不是很适合自己开车，不是懒，我宁愿走路，我宁愿走到妈快中暑，我也不要让自己的皮质醇提高到要杀人的程度。话说，我的那个笔记型电脑好像 WiFi 出了一点问题，我明天搞不好要背它再去送修啊。张兰妹说去韩国还要理由哦，朱大要啊，因为我没钱呐、啊，我要继续直播，我怎么知道网络怎么样？好，等等，我要继续讲。我们把这一集从头到尾跟你分析完了，不偏不倚，没有引述假新闻、假资料，很中立，也没有特别苛责别人啊。Elvin 说，目前去台湾的旅客倒是多到不行，不是台湾去的旅客多到不行。
来，我们来收尾，先讲一个这个禅寺奥林匹克广场外面的示威哦，选后3个礼拜，那个禅寺奥林匹克公园的示威规模从6月初的数万人，缩到几天前6月21号大概现4000人，潮水正在退啊。而南韩最权威的调查媒体，我刚刚有贴，就南韩新闻打破，派了专门负责跟极右派的调查记者混进去，因为你不常跟极右派混在一起，你没办法获得一个支持嘛。那所以他们派那个长时间卧底的记者去禅寺外面，结果发现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妈跟以前一样嘛，多一堆老头啊。这个现场跟过去任何一场极右集会没有不同，完全没有不同。而且他们讲的很直接，他们说这一个这些人呢，就是喊 again， 就是又要尹锡悦啊，那批人又活跃起来了。最让人忧心的是，这场极右派的反理性示威正在慢慢的渗透进南韩的社会当中。各位记得按赞哦，这个记得按赞，好不好？所以，来，我要特别讲，那个严端会说，黄大炜老师多年前曾说过，太热对心脏不好，请大家要多补充水分跟电解质，注意防晒，小心热伤害，祈祷重宅跟朱大平安顺心，祝福远在巴黎的朱大友人早日装上冷气。我告诉你不行，因为他住巴黎，巴黎对于室外那个住宅的管理很严格，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随便装室外机，你讲那个东西凸出来都不行。那你又不可能把冰箱打开吹里面的冷气，所以没有。他们现在的等呢，是说大概再过几天，气温就会降，所以就不用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大家记得多喝水，好不好？就这样子。来，我继续往下讲，注意哦，我刚讲的那个东西是南韩人自己在反省，大韩民国国民自己看着这场运动，忧心忡忡的说：“极右派离我们不远啦。”但是台湾这一群人呢，隔着一个海，看着同一场运动，兴高采烈的说：“南韩的自由民主有救啦！”各位，目前770个按赞了，各位赶快多按一点赞啊，这样子让我们到时候这一集可以被更多人看到，好不好？来看一下能不能破800吧，继续多按赞哦。顺带一提，我们的置顶有新上市的芒果，还有夏天的树奇蜜，那个树奇蜜吃起来真的是那个酸梅绿茶的味道，我觉得很妙，你自己试试看，那可能发酵的关系吧。来，所以啊，南韩人自己在反省，说极右派离我们不远了，但台湾这群人隔着一个海，看了同一场运动，兴高采烈说南韩的民主自由有救了，这他妈有病是不是？这就是最后2个地方的差距，一边在反省，一边在狂欢。我们今天要把3个结论让你特别清楚在这里。第一个，真相总是伤人。伤人的真相是我们这一集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地方在替李在明擦洗。我在骂的是这些青鸟，连对手在干嘛都没有看懂，就开始嘲笑对方完蛋，这种认知失能
跟这种营学，他妈一律就弄到台湾来说啊，太好啦，李在明要完蛋啦，我们赢了，你有病是吧？南韩的选务确实出包，他的选举啊、登录啊，什么东西有一大堆问题，但是那个选务委员是吗？尹锡悦时代选的，好，但是出包呢，跟作弊是两回事。67%的南韩人都分得清楚，台湾人这一群分不清楚，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知，而且你分不清楚，还要隔海下指导棋，这就是丢人丢到大韩民国去的真相。这真心有病。第二个，科学终将胜利。法院判了啊，人办了，民调出来了，391张大字报里面只有1张说舞弊。这些事实啊，不会因为你用韩文喊多大声，或是你用韩文跑去留，谢谢你喜欢台湾，谢谢你，不会改变的。你可以喂饱你的同温层，一群青鸟自己办 party 在门里面爽都好，但你不会变出一个新真相。你制造得出声量，但你制造不出事实。尹锡悦应该是被判无期徒刑啊！我前几集就讲了，干台湾在崇拜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人，到底是妈说他是先知？你说妈北兰，你还好意思笑 goddamn 说他是什么邪教？他妈台湾这些人比邪教还要邪教。第三点是等价交换，这是今天我个人认为最严重的一件事情。青鸟这群人押上的赌注啊，是同温层一时爽，但是全家火葬场，换回来的是跟一个支持度60%、刚跟日本结盟、握着核潜舰筹码的邻国的总统，你各种污蔑。各种打击，各种宣战，结果这个国家的国民公开说，台湾人比中国人更讨厌，没有理由替台湾站，好棒哦，是不是？青鸟不是说要抗中保台吗？你他妈怎么把自己的敌人越弄越多？有没有搞错？哦，小内给斗边说想看关键版声音报道。哦，顺带一提，我既然这样子，我们这边斗内还没有到标，我就先把这个狗皮膏药贴出来啦。我目前还剩5个斗内就达标啦，各位努力讲一下啊。不对，我现在剩2个就达标了，因为刚绿界已经有大概等于3个标准的人达标了，还没完。这群人与李在明为敌，而他是一个做得很不错的人嘞，有没有搞错？所以各位，你看我们的斗内有绿界，有这个微信，然后有支付宝，有欧付宝，什么等等等等，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赶快斗内一下，我们等下会念啊。那李在明在他的总统府办公室里面，把728兆韩元押进 AI 的未来。台湾这群青鸟在我们的同温层里面，不更正，在他们的同温层里面，在他们的同温层里面，把台湾的国巨信誉押进一场不存在的阴谋论，根本没有任何证据，你就在那边瞎鸡巴讲。你把2笔赌注摆在一起，那张 AI 数字表就是台湾这场狂欢的标价牌。它告诉你，当你认为的南韩行政团队在下注国运的时候，你他妈认真的把他们推开，说你们这些人这个亲中卖台真可恶，做票。我最后讲一句话，
青鸟这群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他们挺谁反谁，是他们始终以为自己是旗手，可以指点江山呐、他们可以操盘南韩的民主，但南韩人的眼睛看回来，大韩民国的国民觉得台湾根本不是旗手，轮不到你讲话。在这场戏里面，台湾连棋子都算不上。台湾是那个自己跳上棋牌，还以为自己在下棋的人，潮水退了，才知道谁没穿裤子。而这一群人，连潮水在退都没有发现，都没有发现。我真心觉得很荒谬。来，赶快我们念一下我们的斗内。Sylvia Chang 说赶到等等看回放。金盏花说台湾的大学新闻系跟大传系到底怎么培养新闻记者的、啊？为什么现在的媒体充斥着假新闻？这些科技的教授都不思改进吗？我不知道，你不要问我。小内给斗编说想看关键版声音报道。风兴抖一个 Natasha 谢谢你的斗内。黄启明说小小支持一下。出购物也谢谢你的斗内。信义区猫头鹰说刚进来听，赶快斗内。期待圣婴现象的探讨，谢谢朱大。我今天还在做研究，我跟你讲，天气热会影响到犯罪率的，你各位不要以为没有事啊。来，我们看看有没有网友抖内啊？我靠！对岸网友说，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逃税23.67亿元，是那个中国银行哦。我靠！连关谷银行都被查逃税啊！干超屌的。好的，这个微信目前没有人抖内啊，是啊，谢谢各位在支付宝抖了1元，我还是会照念。来，老顾客消费呢，他抖了什么呢？他说这个什么什么明说，我喜欢青鸟这辆汽车，但不喜欢青鸟。好哦，来我看看啊，微信昨天有没有什么抖内？这个网友说也是可以了解一下台湾跟大陆之间的状况，好不错啊，什么情？然后这一个是什么方？他说美国才是李不是，但李登辉的安排是真的很夸张啦，所以C 电是2.5，哎，最近 C 电是2.5又发了，这个还要达成目标嘞，在我这个一时不注意的时候达成目标。袁八一说，活在信型茧房里面的人民需要什么真新闻？真新闻看不懂的没流量，没关系啊，我现在原来也就没流量啊，那我刚好可以去挖真新闻，我至少他妈我要死也要死在知道真相的世界里面，而不要死在一个爆炸的状态。对啊，干中国银行被查税耶，靠腰嘞，妈干，难怪今年说中方在想办法釜底抽薪呢。来，这个谢谢谢明峰，哥吉拉级别的声音，想听朱大来剖析。好，这个 Winston Ruby 说，朱大今天这一集做的非常有意义。当年台湾这边出征 WHO 谭德赛，为了某拳击手全网出征，甚至官方施压新方媒体办公家的，到今天直接编造散布他国假新闻，这已经是台湾执政团队的一种施政路径依赖。因为有效，所以要继续做。那其中涉及到的横跨韩日政界的头猛教，
不止同某教啊，台湾有一阵子还有那个教主来台湾吗？每个妹子她都要睡的那个教，很受欢迎我不知道到底怎么搞的，台湾邪教也蛮多的。那台湾的黄明政府领导的婉军及其控制的台湾媒体、轮媒等一系列架构下的意识形态作战阵营，最核心的问题，台湾已经被牢牢绑定在这个链条上，且无脱身机会。无论谁执政啊，这个先不管，但我们至少看得清、看得见，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让大家继续看。打工人 ，Oh my God， 说达标一个进球，我没有找到芒果商品在置顶啊，置顶的地方，屏东狮子乡的芒果。其实只有台湾人在乎自己，世界根本不理我们，有什么好爽？我不反对，但是你不要去得罪别人呐、你不要得罪别人，我就干嘛呢？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我真的觉得很荒谬的是，青鸟你要打自己的国家的政治人物，你要打蓝打白我都不反对，随便你，反正你本来就是这种瞎鸡巴立场。但你跑去打南韩，跑去打李在明，跑去支持率不到25%，1/4的极右派，这到底在瞎鸡巴干什么？陆怡美说已订购芒果15颗6公斤，谢谢朱轩加油。你收到再说好，因为是真的好吃。不过你现在订可能剩下来时间不久了，反正吃到觉得好就不错，开心好不好？不是奥修教，那个教叫什么，我都忘了，我忘了名字啊。但真的他找很多妹子，我靠，很恐怖了。而且我认识很多大网红，都他妈去上这种心灵成长课。我想说，好哦，好了，今天又到了最后要投票的时候了。各位，今天的内容，如果你觉得内容写得好，讲得也好的话，请按1；如果你觉得内容写得好，讲得不好的话，请按2；如果你觉得内容跟讲的都不好的话，请按3。这也是一个韩国来的教派，不是统一教，是另外一个不知道干等等，好像不是这个名字，不管了。所以各位赶快投票，就叫设什么名字啊？忘了。所以各位今天也要记得按赞哦。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按赞按到什么程度了。这个 YouTube 的界面实在很奇妙，找不到吗？算了，不管。好，所以啊，来，谢谢各位的投票，记得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好不好？我们还是要讲一句啦，潮水退了才知道谁没穿裤子。好像是你们讲那个，但我有点忘了，不敢随便乱骂人。而这一群青鸟连潮水在退都没发现。我是朱学恒，这里是阿宅万事通事务所，我们明天见，拜拜。